信口慢聊，朋友们好。一段时间以来呢，有一个观察，就是每当话题谈及眼下社会的各种不堪，以及对未来日子的强烈担忧时，有很多朋友对悲观的观点非常的反感，甚至极端的厌恶。无独有偶，当今社会上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认为呢，社会的乱象与我无关，并且以不关心时政为荣，发生在别的国家的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是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总之，明天会更好。在社交媒体上呢，把这个群体统称为岁月静好派。那么问题来了，明天的岁月真的会静好下去吗？今天我们就来慢聊一下这个话题。面对不确定的事情，传统的中国人喜欢回看历史，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中寻找答案。同样，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旧约里也说，太阳底下没有啥新鲜的事儿，意思就是说，人类从来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现在正在发生的，将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在过去都已经发生过了。今天呢，我们就用华人的角度，在历史当中寻找一下有没有岁月静好这回事儿吧。既然是回看历史，就首先要把回看的时间拉长，在尽可能长的周期里寻找规律。中国的历史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大概2800多年，在这期间呢，统一的大朝代通常不超过300年。表面上看起来周朝最长，有将近800年。但是这个周朝它又分作西周、东周两个部分。东周呢又分为春秋和战国。这样看来，西周、春秋、战国每一个时期都没有超过300年。汉朝400年，但是中间被王莽的新朝一分两半，两汉各自也就200年左右。其余唐、宋、元、明、清，只有宋朝319年。但是中间呢，也是经历了靖康之变，高宗赵构南渡临安，草创了南宋小朝廷。只不过这个宋高宗直接就是徽宗的第9子，在法统传承上没有问题。如此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最多是每隔300年便会有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上至君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是无一幸免那么问题来了，按照这个说法，这悠悠岁月至少还是有机会静好个300年的咯。先别忙着下定论，接下来咱们再把这300年给细分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通常来讲呢，王朝开创之初是蓬勃向上，武皇帝马上夺天下，文皇帝下马治天下，文治武功是欣欣向荣。前几代君主呢，英明神武，是雄才大略，但通常是3代过后，帝王便是生于深宫之中，是长于妇人之手，昏聩无能，不识民间疾苦。伴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奢靡之风盛起，于是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大概率会在120-130年之后出现大问题。咱们来细数一下，看看华夏统一的大王朝是不是这个样子。先说汉朝，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称帝，传位至汉宣帝的时候已经128年了。在这之前，汉武帝带着华夏族与北方匈奴打了几十年的全面战争。宣帝之后呢，就是一路下坡的元、成、哀、平。汉朝的元气一直未能恢复。此时即位的汉宣帝呢，离着王莽篡位只有不到70年的时间了。公元618年，唐高宗李渊在长安称帝。137年以后，安禄山起兵谋反。安史之乱过后，是盛唐雄风不再，剩下的100多年里也只能在藩镇割据当中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宋朝开国。
待到109年后啊，这个宋神宗命令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国力已经大不如前，财政入不敷出，民生疾苦。此后又坚持了58年，东京汴梁被金兵攻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再来看明朝，1368年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81年以后啊，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军主力京师3大营灰飞烟灭，英宗朱祁镇被俘。要不是于谦力挽狂澜守住了北京城，明朝差一点连100年都没撑过去。清朝啊看起来是个特例，1644年清兵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大概过了200年的太平日子啊。实际上啊，清兵入关以后，一直与农民军与南明势力打了将近20年的仗，战火波及大半个中国，直到1861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帝国内部才算是基本安定了下来。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来，到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帝国繁荣稳定的日子也不过120年。史书上记载的非常清楚，华夏大地新的王朝建立，通常是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之内的战乱，田园荒芜，人口骤减。这其中啊，以汉末三国人口减少的幅度最大。待到新主登基，天下初定，战火慢慢的平息，帝国呢大致能有个100几十年相对安稳的日子。由此看来啊，这个平民百姓啊，侥幸活得过天下大乱，到了新朝建立就有太平日子了吧？那也不一定。再看出，得躲得过高皇帝剪出异姓王的战火，躲得过跟匈奴默毒单于的大战，挨到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撑到文帝继位之后，才有几天好日子过。在唐初，朝廷平定内乱的大小战斗，以及对东突厥的大规模战争啊，一直打到了贞观年间。之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不曾间断。宋朝建立以后啊，同样也是战乱不断，直到宋真宗继位之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才算是基本安定下来。但是啊，与西夏的战争啊，一直断断续续的进行。在明初，你得躲得过靖难之役；在清初，必须要坚持到三藩之乱平息。如果成功躲过了以上这些啊，就可以迎来太平盛世了。客观的讲啊，出生在盛世初年的古人啊，还是有可能岁月静好的太太平平过上一生的。主要是因为啊，古人的平均寿命都不长，唐朝人的平均寿命才只有29岁。如此看来啊，尽管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大多不超过4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不过那样也就足够了。比如成康之治43年，文景之治39年，贞观之治23年，开元盛世29年。等到了清朝呢，又是个特例啊。这个康雍乾盛世啊，长达115年，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盛世，也是最后的盛世了。在中国古代那种人治的朝代啊，所谓盛世，最终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铁律，而且往往是盛世之后马上就是战乱。篇幅的问题啊，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咱们这个节目啊，通常是不会谈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我个人啊，对中国现代历史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今天啊，咱就来个特例，索性多说几句，干脆套用一下上面提到的那个大朝代的逻辑，来看一眼本朝。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建国初期呢，一样是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1950年开打的朝鲜战争就是，后面零零散散的也有对印度的短暂战斗，跟苏联的珍宝岛冲突，乃至于后面大规模的对越作战。同时本朝建立初期呢，国内经历了各种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改革开放，重新开始经济建设，国内生产总值是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才慢慢改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加速成长，
国力持续增强，直到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奥运会后经济增速不减，直到2016年杭州 G20 峰会以后 GDP 增速开始放缓，正好是40年。很多人说啊，这个2016年啊是个分水岭，到底是不是呢？这就要等到后人写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才知道了。咱们从西周讲到本朝，时间跨度3000年，那个关于岁月静好的问题也应该有各自的答案了吧？看历史，尤其是在历史的长河里边寻找规律，平面的看待历史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加一个维度，就是高度。有了高度，就能把已经拉长了的时间跨度看全看懂。咱们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人们在笔直的66号公路上开车，车上的人呢向前看，看不见路的尽头，回过头向后看，已经看不到来处了。能够看得见的就是目光所及的这一小段。但是如果观察者站得足够高，那么过去、现在、未来自然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19世纪时，这个德国首相俾斯麦就曾经把国家比作时间长河里的航船。你仔细琢磨，就凭这一句话就足以证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再打个比方啊，前一阵子有个电影叫《降临》，英文名字 Arrival。 电影当中女主脑海里那个前后闪现的时间轴，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讲到这儿啊，我们不妨拐个弯看看美国。美国自1776年独立，它相当于清乾隆40年，至今已经有246年的历史了。2020年开始，美国有不少的华裔学者大声疾呼，当年那些建国先贤们建立的美国已经亡国了。你看，就这种观点啊，一看就是典型的华人史观。咱们抛开政治制度、文化历史、文明的传承，就非得用中国大朝代的兴衰规律来看一下美国的话啊，现在的美国正好处于帝国的晚期，要想逆转颓势、帝国中兴的话，变法图强就势在必行。仔细观察，那些不断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晚期的名臣中兴、变法革新等等类似的事件，也正在美国上演当中。由第45届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就可以大致视作帝国晚期的变法维新运动。在这里啊，有个看点，我细说一下。这个大明朝啊，仰视300年，待到王朝覆灭的时候，陪着思宗皇帝自尽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后来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也含有仗义死节的士大夫，没有力挽狂澜的能臣出现。清朝啊是异族统治华夏，帝国晚期呢，南方太平天国长毛作乱，北部俄罗斯进逼伊犁。在这个危急存亡之际啊，这个晚清啊却出现了一大批扶大厦将倾的汉族中兴能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这个号称曾左李胡啊。历史爱好者啊和时事观察家们接下来要仔细观察的就是美国民主共和了300年，到了眼下的关键时刻，是否至少能与皇权专制了300年的大清朝一样出现几个曾国藩呢？还是会跟大明朝一样一蹶不振，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呢？一边是共和民主了300年，一边是皇权专制了300载。这个封建专制的大朝代300年覆亡的命运啊，能否在共和宪政的体制下被逆转呢？这回两种制度的比较啊，给出了一个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观察到的维度。说到这儿啊，我索性再插一句啊，当下很多人说美国病了，也给找出了很多的病因。这个信口慢聊认为啊，美国确实病了，可是真正的病根啊，是美国的这个共和国制度可能出了问题，就是那种娘胎里带出来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啊，咱们有时间一定单独再做一期节目。言归正传，
咱们说回岁月静好这个话题，说了半天古人，总算该说一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日子了。俗话说人生100年，可是真能活到100岁的也是寥寥无几。现代人寿命长，平均个80岁不算过分吧。往后的日子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咱们干脆向前推。1942年出生的人到今天正好是80岁。回看80载，从东京到北京，从巴黎到基辅，从莫斯科到马德里，从大石烂到石库门，从哭墙到红场，从塞纳河到阿拉曼，哪有80岁人生的岁月静好啊？有人说了，在这段时间里，北美的日子不就没有战乱，不就是岁月静好吗？是吗？那首先至少你得不是华裔，你得不是日裔，不是意大利裔。1943年，中华民国第一夫人蒋宋美龄访美，在国会发表演讲以后，美国才开始废除排华法案。同样的排华法案啊，在加拿大1947年才被废除。二战期间，大量的日裔、意大利裔在美国、在加拿大被关进集中营，没收财产，强制劳动，长期遭到不同的歧视，那就不用说了。最近几十年啊，这个北美似乎一直是岁月静好着。如果你仔细看，这片大陆上是温饱思淫欲，极左思潮泛滥，毒品横行，根本不用说老大美利坚，咱就说说这小弟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少量携带毒品合法化等等。咱们非要再次在中国历史当中找相似的话呢，这时候的加拿大像极了1840年前后的大清朝，天下承平日久，这个鸦片泛滥，活脱脱的北美病夫。再看美国，美利坚前总统的家前几天都让人抄了。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普通民众，您觉得北美的明天会更好吗？行了，今天啊，咱们就聊这么多，咱们下次再见。